面财经，朋友们好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微信号呢被封了，那大家联系我呢，还是通过 Telegram， 就是这个电报的账号联系我，或者是通过这个邮件联系。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中国这个最高层啊对整个局势的一个判断，就是在这个4月8号，中央政治局呢开了一个会，它里面谈到了这个疫情防控千方百计促进复工复产还有这个粮食问题。那最重要的呢，它是给了一个论断，一个判断大家听一下。他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明眼人呢，一看到这句话呢，就会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因为这个中共嘛，中央这个最高层嘛，他掌握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这个智囊和智库他这个有信息的优势。那今天呢，我就分两部分给大家讲讲对这句话的这个讲一讲这个事情第一部分聊一下就是我对这句话的一个个人的理解从几个维度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历史变迁那2020年呢，我们可能又来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央高层对这个形势的这个判断，就这句话我们该怎么理解那第一个维度呢，我们先理解一下这个较长时间。那其实上一次在说这个较长时间的表述呢，还是在这个2002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16大报告里面，它有一个表述他当时说的是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那这个较长时间呢确实是挺长大概是将近20年这20年呢是全球化突飞猛进的20年也更是中国呢融入这个全球化，包括实现自身高速发展的20年。那这一次呢又提了这个较长时间。那我的这个第一个判断呢，就是这个较长时间它绝不是几个月半年或者是1年，它更可能呢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定性可能少则几年，多则10几年的一个时间。那2020年呢基本就是整个时代变迁的一个转折点。那关于这句话呢，就是第二个判断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央高层这个论述的第二个判断呢，是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它可能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所谓疫情在海外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个因此而丢失的一些订单一些这个订单的丢失那更可能是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脱钩，或者是产业链的一个外迁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化的这种倒退。那关于产业链的回迁外迁其实大家从这个18年4月份中美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就陆续开始了，也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很多日资台资包括韩资的企业就开始陆续撤出。那比较典型的是三星三星呢从18年就开始往外迁，往回迁天津的工厂包括惠州的工厂都撤出了。那整个三星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手机的产能呢，就是智能手机的产能已经基本全部迁走了。那还有呢，比如就是一些大型连锁超市的一些撤退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家乐福麦德龙这2年也撤出。这是之前就是之前撤出的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那刚好呢，这天我又看到2个新闻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第一则新闻呢是说，美国呢准许谷歌启动与台湾连接高速互联网光纤但是禁止呢去与香港连通。他给出的理由呢是存在国家安全隐患在之前呢，香港一直是美国互联网电缆的这个首选的目的地。那如果他决定呢与台湾相连接而不选择香港的话，那对香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知道香港是整个亚洲金融中心嘛，它的很多的金融交易很多的这个金融层面的这种东西它也是比较依赖这个高速的互联网的。那第二则新闻呢，是我看到关于就是日本日本是在这次疫情中呢，它准备单独拨出来143亿人民币的这个款项用于资助日本的企业将生产线转回日本本土还有就是拨款15亿人民币呢，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这个生产转移到第三国家，以实现这个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大家透过这个也能看到，在疫情之中这个日本还在进行产业的重新的重构产业链的重新的重构。那日本呢，它会留一部分产能和产业链就是留在专门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这部分产能，它会留下来，不会搬迁。但是其他呢，凡是针对这个外贸的出口市场的这个产能基本都会搬迁出去那这是关于对这个中央论述的这个第二个判断，就是它不光是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疫情的变化，或者是取消订单的一个变化，更重要的呢，它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重构尤其是体现在这个产业链的回迁上。那第三个判断呢，就是说一说他说的这个关于这个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我想后续呢，肯定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和政策出来
尤其是在这种应对极端经济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外部的产业链的回迁啊带来的这种失业啊，外贸大量企业的死亡的带来的这种失业啊，包括内需的不振啊，一些包括大面积的这个企业破产啊，这些极端经济情况呢，它会出来一些极端的经济手段。那这个呢，它都会提前有所准备啊。那老百姓呢，因为一般比较后知后觉，那如果他出来这种极端的手段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那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内循环和外循环啊，因为他论断就是认为外部环境会有巨大变化嘛，所以要做准备。那外部环境的变化呢，会倒逼国内的形势呢，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跟中国经济的这个两个循环相关。中国经济其实分为一个是内循环，一个是外循环。那这两个循环呢，中间大家可以理解为两个圈，它中间其实有一些交集而且两个的这个循环呢是互相影响的。那内循环呢，大家知道就是以这个房地产为首的这个内需市场还有就是以基建为首的这个投资这一块。那外循环呢，主要就是这个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进口原材料，然后出口这个产成品。那这个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你内循环走弱，比如说就是我们当年15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整个这个内循环内需和投资这块变弱，房地产和基建的两大引擎呢开始熄火。那整个传统的钢铁、水泥、煤炭玻璃这些行业呢，几乎是全行业亏损。那整个内循环的走弱呢，直接触发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而且也直接导致了那2年的资本大量的外逃这也是我们外汇储备的这个大幅下降的当时的一个宏观的大背景就是我们整个的内需当时在走弱，甚至有可能硬着陆的一个风险。那这是这个内循环对外循环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大家看，如果外循环走弱呢它会直接影响这个1.8亿人根据商务部的那个数据，就是1.8亿人的一个就业。那反过来呢，它也会影响内需影响老百姓的这个消费需求和购房需求所以呢，这两者呢，其实就是说它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如果坍塌了都会对另外一部分产生巨大的这种影响。那所以中国的决策层呢，它这个判断整个外部环境将发生一个长期的变化以后呢，那势必反过来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内循环形成巨大的冲击也就是说外部变化以后，整个内部的这个稳态可能就会被打破所以要让这个从上到下做好这个思想和工作上的这个准备。好了，这个是我给大家分析的就是中国最高层关于这个中国经济当下时局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这个话说的挺重的我再给大家说一遍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好，那这个4月8号开完这个会以后呢，做完这个重大判断以后呢，4月9号马上就出来了一个政策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这个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挺长的这个名字但这个意见里面谈的一些内容我看了一下，基本跟18届3中全会和19届4中全会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的这种改革政策文件呢，基本都提到过，之前可以说是老生常谈。那在这里呢，我也不想再做任何的这个点评我只想说，不看政策说了什么关键看你最后做了什么那最后呢，我再想讲一讲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就中国历史上呢有几个大的转折点也非常巧合一个是1840年一个是1900年，一个是1960年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2020年。那大家看，就是这4个年份其实它都是庚子年每60年一次的庚子年。那有可能呢这是一个巧合也有可能这是一种宿命这个每次在这个特殊的庚子年的年份都发生了这个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之后呢又发生了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变化。那大家先看一下1840年发生了什么1840年大家知道就是发生了鸦片战争历史书上我们学的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其实呢它更为深远的影响呢，其实是在之后发生的这个太平天国运动那个太平天国运动那是真是死伤无数整个这个南中国那就陷入一个战争的这个火海，死了几千万人都不止。那在这个太平天国以后呢，又有这个晚清的这个中兴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这个可以说是清朝给他苟延残喘了这个30-40年那在1900年发生了什么呢？1900年当时发生了这个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件。那当时呢是史称庚子国难在这个1900年以后呢，清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议和赔款包括后面搞这个君主立宪制包括一系列包括
这个君主立宪的失败，然后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这个革命派啊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啊，黄冈起义啊、钦州起义啊、南关起义啊，紧接着1912年最后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啊。就说每一次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1960年啊，还有1960年，1960年当时是3年灾荒的3年啊，就3年这个非常这个饿死了无数人的这个3年中的比较严峻的一年啊，1959、1960和1961。那1960年啊发生完这个事情以后，紧接着1967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啊。所以我就想说的是，大家看1840、1900和1960啊，这3个年份当年都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事件，然后在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呢，又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啊比较苦难的一些事情啊，或者一些巨变啊，比如1840年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1900年以后的这个清朝退位，清帝退位啊，清朝覆灭，那以及1960年之后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啊，就是当年呢它可能是个转折点，那后面呢还发生了一系列的比较更严重的事情。那这次呢我们来到这个2020年发生了什么？就发生这个100年一遇的这个疫情啊。那此时呢，恰逢全球经济复苏也比较孱弱，债务压力又高企，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弹药也是枯竭之际啊。不知道这个是时代的巧合呢，还是这个历史的玩笑啊？中国呢又一次站在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口。那有一句话之前是怎么讲的啊？这个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人是谁？就一个人的命运啊，他说既要靠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啊。那在2020年这个转折时点呢，中国从上到下呢要进行这个思想动员啊和工作准备动员。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和个人呢，可能也要调整啊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啊，来适应这个可能会剧烈变迁的一个时代。好了，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个会议的一些内容啊。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啊，谢谢大家。